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某某国是发达国家，某某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像是在给一个国家贴上标签一样。我相信很多人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发达国家，什么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两个常用于描述全球不同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水平的一个概念。发达国家通常指那些经济、技术、教育等各方面都高度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通常拥有高收入、高生活水平、高医疗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质的教育和科研资源等。而发展中国家则指那些经济、技术、教育等方面尚未高度发达，人均收入较低、经济结构单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例如印度、巴西、南非、埃及等国家都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来自于历史、政治制度、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因素，也可能是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两类国家在国际合作、经济交流、贸易往来等方面有着不同的地位和角色。其中 GDP、人均收入和贫困率等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的 GDP 总量通常都很高，例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的 GDP 总量都超过了1万亿美元，而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 GDP 总量都在2000亿至1万亿美元之间。德国、英国等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基本都在2万美元以上，美国、日本甚至超过了3万美元，而印度、巴西等国家的人均收入只有数千美元至1万美元不等。贫困率也是比较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发达国家中，贫困率相对较低，大多数国家的贫困率低于10%，而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有些国家的贫困率甚至高达50%以上。除了在经济上的差异外，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也有明显的区别，通常包括医疗、教育、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情况。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具备更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许多挑战和不足。发达国家通常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完善的医疗服务、充足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工具、稳定的能源供应。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落后的医疗设备、人力资源、较低的医疗水平、教育资源和设施相对匮乏，以及拥堵的交通网络、能源供给不足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不仅如此，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反映在民主、法治、宗教、风俗等方面。首先，在民主方面，发达国家通常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成熟的民主体系，包括选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组织自由等。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挑战和困难更为突出，包括政治腐败、选举不公、官僚体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知识权利的不平等，缺乏有效的民主机制和公民参与。其次，在法治方面，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和法律执行体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防止滥用权力和侵犯人权。而在发展中国家，法治建设的难度较大，司法教育、司法独立、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导致法治环境不稳定，人权保障难以得到保障。第三，宗教方面，发达国家通常具有宗教多元化和宗教自由的特点，没有明显的宗教歧视和宗教冲突。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宗教问题更为复杂，宗教歧视和宗教冲突等问题时有发生。此外，发达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更为开放和多元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传统更为保守和传统化。最后，在风俗方面，发达国家具有更加自由开放的生活方式，例如发达国家对 LGBT 群体的包容度和认可度更高，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对 LGBT 群体的歧视和排斥。此外，发达国家也更加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种种差距，也导致了两者在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区别。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享有更高的地位和影响力，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首先，在国际组织中，发达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此外，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发达国家通常对规定制定和决策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其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状况。发达国家通常是全球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拥有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和优质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的处于贸易的接受端，面临贸易壁垒、保护主义等问题，同时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贸易伙伴和贸易结构。第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和合作状况。发达国家通常是国际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拥有更多的援助资源和经验，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的需要援助和合作。也由此，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一些优惠政策，以帮助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好的地位和机会。我们就讲讲比较重要的5个优惠政策。第一，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是一个国家给予其他国家的一种贸易待遇，即无论对方是谁，都给予同等的优惠待遇。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 WTO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基础。意味着发达国家必须给予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相同的待遇，既不歧视不偏袒任何一个成员国。这个实现方式是将一国对于进口至另一国商品的关税、税率、数量限制等措施，同样的适用于所有的 WTO 成员国。这意味着一国给予某一国家的贸易待遇，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 WTO 成员国，而不是单独针对某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最惠国待遇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公平化，避免国家之间进行优惠关税的竞争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同时，最惠国待遇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加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然而，最惠国待遇并不是无条件的。WTO 允许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对某些产品或服务实施特别的限制措施。此外，一些国家也会利用其他贸易公约来保护自己的市场和产业，比如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总的来说，最惠国待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原则，有助于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和公平化，提高贸易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虽然它并不能完全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出现，但它是维护公平竞争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基础之一。第二，关税减免。关税减免是指国家或地区针对特定商品或来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商品实施暂停或降低关税的政策措施，以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这种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减少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贸易和就业增长。关税减免通常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来实施的。发达国家通常会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谈判时，向后者提供关税减免作为援助措施。例如，发达国家的某些进口关税可能暂停，以便让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进入其市场。另外，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也可以在贸易谈判中推动关税减免，以促进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在单边基础上实施关税减免措施，以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和提高其出口竞争力。例如，中国在其进口关税零的商品目录中暂停了大量商品的进口关税，以便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关税减免政策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市场准入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它并非万能药，有时可能会导致本国产业遭受损失，因此需要在具体实验中加以权衡和调整。第三，技术援助。技术援助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知识转移的一种形式。这种援助皆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其技术水平和加快经济发展。技术援助可以包括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技术援助可以由政府或私人机构提供。在政府层面，技术援助通常通过国际合作和援助机构实现，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这些机构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源计划和项目，例如建设基础设施、提高农业产量、改善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在私人机构层面，一些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会提供技术援助。这些机构通常通过发展中国家发展技术合作、技术培训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来提高其技术水平。
技术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其技术水平和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此外，技术援助还可以帮助发展国家应对环境变化和自然灾害等挑战。技术援助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知识产权侵权和技术依赖等问题。因此，在提供技术援助时，需要注意平衡技术转移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关系，以确保技术资源的可持续和效果。第四，配额。一些国际市场可能会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设置较多配额，以鼓励他们进入市场。这是一种非关税壁垒措施，主要用于限制某些商品的进口数量和出口数量，以达到保护本国产业和优先发展本国的经济目的。通常情况下，出口国和进口国会根据某些标准，如商品种类、数量、质量、价格、国别等，对某些商品进行限制。这些限制可以是数量限制，也可以是比例限制。例如，对某些商品的进口数量设置年度总量限制，或者进口比例限制。它们可以对贸易流量和价格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配额可以防止进口商品过度进入市场，影响本国产业和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因为当进口配额被用完后，所有进口商品都将按照更高的价格销售。对于进口国来说，配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相关产业和就业，限制进口商品的数量和种类。同时，它们也可以用来平衡本国进口和出口的贸易关系，以及保护本国的战略利益。而对于出口国来说，配额可能会影响其出口收入和市场费用而造成不利影响。总之，这种措施对于进出口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国际贸易中，任何措施必须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贸易规则，否则可能会引起贸易争端和制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配额的限制可能会对他们的经济增长和贸易机会产生重大影响。首先，配额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在一些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出口商品设定配额限制，这种限制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受到限制，从而无法充分利用其生产潜力和资源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其他限制，比如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这些限制不仅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还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其次，由于配额数量的限制，某些商品的供应量可能不足，从而导致价格波动和不稳定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可能会受到这些价格波动和不稳定性的影响，这会影响他们的贸易收益和经济增长。所以，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通常一些国际市场会分给一些发展中国家较多的出口份额比例，从而不会因为技术、贸易等壁垒受到严重限制。第五，纠正措施。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纠正措施保护其国内产业，例如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等。这是针对发达国家在贸易、技术援助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不公平待遇和限制措施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这些措施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参与，提高其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首先，纠正措施有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贸易逆差和贸易壁垒。通过采取纠正措施，可以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壁垒，减少贸易逆差，促进贸易平衡，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贸易机会和发展空间。其次，纠正措施可以促进技术转移和科技合作。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往往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通过采取纠正措施，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合作机会，促进技术转移和创新，提高其科技水平和竞争力。此外，纠正措施还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较低，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和控制。通过采取纠正措施，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代表性，提高其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发言权。最后，纠正措施还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与发展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通过采取纠正措施，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其综合的发展水平。总之，纠正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可以帮助发展国家缓解贸易不平衡，促进技术转移和科技合作，
提高其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促进可持续发展等。综上所述，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完善，政治制度民主法治健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强大，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则相对滞后，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正在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也在逐渐提高。未来，希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可以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最后，喜欢敏感的朋友，别忘点个关注哦。拜拜，拜拜。